有缘人，你知道吗？凡是想辛苦赚钱的都赚不到大钱。这个世界上凡是赚到大钱的都很轻松。人与人比到最后，其实比的真的不是能力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明明比你没有能力，就是比你赚钱多。你赚不到钱，不是因为你懒，而是你的能量太低了。刘德华红了40年，他在去年做直播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很多人说华仔你成功是因为你努力，我想告诉你，比我努力的人大有人在。为什么我成功了？我成功真的不是靠努力，努力只是成功的前提条件，是底线。我觉得我成功就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。可能很多人开始听这些话的时候都听不懂，觉得别扭，觉得吹牛逼。其实这个是纯干货，没有比这个更干的了。特别是看完这个影片以后，你会发现真的是运势比什么都重要。你的能量高了，你的运势就好。运势好什么都好，运势不好什么都不好。所以人比到最后，比的绝对不是能力，比的是能量。今天的科学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所有物质把它放大到最后全是能量，组成万物的材料都是一样的，放大到最后全是能量波。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团能量波，而能量的法则就是同频共振。你是低能量的，你就会振频到低能量的人和事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你会出门遇到骗子，晚上走夜路会觉得害怕。但是如果你是高能量的，你出门就遇到贵人，叫出门见喜。霍普金斯搞了一个能量表，我相信这张表大家都看过。我们把全世界的能量分为2种，一种叫负能量，一种叫正能量。什么叫负能量？羞愧、内疚、愤怒、骄傲，这些能量是负能量。什么叫正能量？勇气、淡定、主动、宽容、明智、爱、喜悦、平和、开悟叫正能量。负能量跟正能量的结果就是2种截然不同的结果。我问你们个问题，有没有人因为生意破产而自杀？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能量层级在哪儿？在羞愧，对不起自己的供应商，对不起自己的员工，对不起自己的父母，对不起自己的客户。羞愧几近死亡，严重摧残身心健康，能量分值只有20分，离0，离死亡只1线之隔。有缘人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楚汉争雄的故事？项羽跟刘邦打仗打了73次，刘邦失败了72次。刘邦有没有一次因为受刺激而自杀？没有，因为刘邦的能量永远是在勇气，永远是在主动，永远是在明智这个维次。他知道他如果被抓了，他全家一定死，就是因为他很清楚，只要他不被抓，项羽不敢杀他的家人。他失败了72次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他的能量是在正能量。但是项羽只失败了1次，就失败了1次，还是被刘邦射击了。刘邦说咱别打了，
楚河汉界，握手言和。项羽带8000子弟兵过江签合同，签完合同以后，刘邦撕毁盟约，让韩信派的40万大军把他围于垓下，四面楚歌，八面埋伏，到最后依然困不住项羽。项羽带着8000子弟兵杀出重围，只要渡过那条河，过了那个乌江，他依然有100万雄师可以跟刘邦一决雌雄。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吾带8000子弟兵过江，今天除吾以外，无一人生还，我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讲完以后抹脖子了，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证明项羽的能量已经接近于0了，叫羞愧。所以比到最后，其实比的真的不是能力，比的真的就是能量。你在哪个能量为次，就会吸引什么样能量的事和人。这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这件事到底是摧毁你，还是唤醒你，还是成就你？其实就跟那件事本身没有关，你知道吗？跟你遇到的那个人也没有关，你知道吗？只跟你当时的能量层级有关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妈妈今天生意很好，客户奖赏她，进门以后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自己的丈夫给她打电话，说马上要过情人节了，要送她一份大礼。她很开心，电话还没挂就到了家。到了家以后，她7岁的孩子在她妈妈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妈妈咱们一起去玩吧。妈妈很开心，抱着这个宝宝一起去玩了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。然后到了第2周末，那这1周工作特别不顺利，客户投诉他，老板骂他，出门接了个电话还是要债的，心情正不好，电话刚挂，7岁的孩子还是在他那个部位，还是拖着力道拍了一下。妈妈，咱们一起去玩吧。那女的火了，一转身对那个小孩说，你烦不烦？一脚给他的孩子踹翻了。那孩子就懵了，上1周跟着1周拍的那个力道是一样的呀，他上一次得到了奖赏，这一次得到了惩罚呢，就只跟他当时的那个能量层级有关。再想象一下，你是北大清华毕业的天之骄子，进入了中国一家科技公司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你是可以被总裁钦定成指定接班人的。就因为政见不合，总裁以职务侵占罪把你扔到了监狱，你含冤入狱5年，通过自己的不断的上访，不断的打官司，终于打赢了，你终于无罪出狱了。但是你在监狱里待了4年半，那我问你，这件事如果搁在你身上，你出来以后会怎么干？有人说杀了他，报复他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的能量层级在哪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的能量层级是负能量，是愤怒，是恐惧，是悲伤，是冷淡，是内疚，是负能量。负能量的情绪只会带来负能量的结果。你猜猜这个人出监狱找到他老板怎么说的？给他老板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，我在监狱里想明白了，虽然你陷害了我，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深深上了一个课，如果没有你，
我可能就是一个自私狭隘的人，不懂人性，不懂人情世故的一个普通的愣头青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这辈子只能给别人打工，但是就是因为你让我想通了，让我改变了，我这一刻学到了很多。我准备自己创业，我要成为一个企业家，像你一样的人。那老板说啥都不说了，你需要我帮忙，你开口，你来找我到底想干嘛？他说我就想借你50万作为我创业启动资金。那老板一听这50万算啥，不但给他50万，还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推荐给他。结果这个人就靠这50万启动资金，就靠他老板给他的人脉东山再起，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100亿富豪。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，当他变成100亿富豪以后，他要超过万科，干掉王石，干掉恒大，老牛逼了。结果碰到了08年金融危机，从100多个亿变成了负债的那个亿万富翁，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。可能房地产不是我的轨道，金融才是我的轨道。开始进入金融业，再用了不到10年时间，资产已经过1000亿了。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故事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同样一件事发生在不同人身上，结果如此不同。那件事儿变成了不是他的灾难，反而变成了成就他的垫脚石，就是因为他的能量比你大，他的能量比你高。你想不想像他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能变成成就自己的人？那就是永远用正能量来对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来对你遇到的每一件事儿。为什么财富多的人能量场高？一个人的能量场到底由什么决定？我们经常说这个企业家气场足，能量场大，这是说一个人的能量很高。能量很高有什么特征呢？他有一种自然的摄受力。一个能量很高的人，你站在他面前，你自然对他有一种敬畏感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在他面前不敢造次，感觉他有一种无形的能量场，对你有一种包围，一种摄受。所以你在一个场合别人不尊重你，就是你的能量场无法摄受他，甚至跟他产生了对抗，他就会不尊重你。他敢造次是因为你不能够对抗他，你对他不能产生威慑力。这是之前说过的霍金斯能量等级图。一个人的能量场的高低，就意味着你能量场越高就在上边，能量场低就在下边。我们看这个能量的分布情况，一个人如果骄傲、愤怒、欲望大，经常处于在惊恐状态或者悲伤状态，这就是指一个人处在低能量的层次，会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让我们表现为一种能量层的低级状态。如果我们做事情充满了勇气，遇到事情比较淡定，做事情比较积极主动，对别人的伤害表现得比较宽容，对万事万物保持一种清明状态，一种喜悦状态，或者是一种觉悟状态，这就是指一个人的能量场高。这里面其实跟钱没有关系，但是这里有个特征，你发现钱多的人
他好像能量场相对来说就比较高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一个钱多的人，他的能量场相对来说平均下来比较高？不是因为有钱了他自信，是因为他具备了上面这个状态才能有钱。就是你把自己修到上面这个状态，你自然就比较容易赚到钱，因为上面这个能量场状态比较容易招感善缘，所以你做事情比较容易成，你的贵人会相对来说比较多，你的好的项目相对来说比较多，所以你比较容易赚到钱。这就是为什么赚钱多的人相对来说他的能量场高，不是因为他钱多能量场高，而是因为他的能量场高容易赚到钱。它背后的原理就是因为这样的磁场，这样的能量场，它比较容易吸引到更好的元气，这就是你的业感元气。所以业是什么呢？业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生命能量状态，也就是生命的质量。那这个生命质量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是你自己过去播撒的种子开花结果呈现出来的。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克拉尼图形实验，就是在一个平面上放上细沙，然后对平面施加不同频率的声波，随着振动的不同，会发现表现出来的图案也不同。还有人做过一个实验，对2个植物分别播放爱语和恶语，30天后做对比，结果发现接受恶语的绿色植物已经发黄枯萎了，而接受爱语的植物在茁壮成长。这些实验都是我们可视的状态，那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？是能量，是震动，是声波，是我们的起心动念。又好比亲密关系中，如果女方总是向男方释放坏情绪，无疑对男方就是一种摧残，影响对方的方方面面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一个人的内在通透度较高，爱的能量较多，坐在他身旁即使不说话也会比较放松自在，反之则会比较局促想逃离。所以一个人的坏情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就是在丑化扭曲自己的整个生活，因为是在不断地向外释放低频率、低振动的负面能量。不良的起心动念会共振出他世界里的一切。反之，如果释放正能量，释放慈悲和爱呢？试想你愿意靠近情绪反复无常的人吗？一个人起情绪的时候，场能是非常低的，如果去靠近，再加上自己没有定力的话，瞬间就会被同化，激起自己的嗔怒心，整个人都会不好，想要逃离或纠缠。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更喜欢曹德旺呢，还是更喜欢马云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更多的人喜欢曹德旺。然而这件事情一定有原因，你跟他们俩都不认识，都没有关系，你为什么更喜欢曹德旺呢？一定有原因。所以这个能量场它自然而然地会呈现一种状态，这个状态它会招感周围的磁场。所以当这2个人投票的时候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票投给了曹德旺，这是他自然的能量场呈现的一种吸引力法则。所以所谓的福与慧就是高频振动的能量，
你理解不了，说明爱心太少，自我心太重，所以无法吸引他们。而外在一切人事物都是因各自能量不同显化的不同，也没有是非对错。而当一个人心量大了，能量才大，福与慧才会多。你若心大如天空，能包能容，自然会超越一切，创造出想要的生活。有缘人，你能看到这里，相信你也一定想知道怎样使自己处于高能量状态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4招，让你能量无敌。1. 懂得能量保护，对待外界要有防身铠甲。魔法句子1：正能量正反应，负能量负反击。你想要过得开心，学会负反击简直太重要了。为什么你不想上班，不想上学？为什么你害怕社交或者不想社交？因为你根本没有学会如何去处理外界给你的负面能量。你的感受不会欺骗你，一些让你一直损耗能量的事儿，你当然不会想做了。所以正确的做法是，在和外界环境或者人互动的时候，不用学习那么多数层面的东西，只要明白一件事，环境或者人给你正能量，你就做正反应；环境或者人给你负能量，一定把负能量还回去。不必客气，但方法是直白还是委婉，取决于当时的情景，但一定有一个能量层面的回击，不然后果就只有你自己默默承受，或者你有意无意转移到你最亲近的人身上。相信我，只要你这么做，一段时间后，你再也不会害怕和环境互动，和人相处。2. 懂得能量呵护，对待自己要细心呵护。魔法句子2：保护你的注意力，就是在呵护你的心神。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能量，你把能量都给了那些你根本不喜欢的东西，不喜欢的人，消耗在那些完全没有意义的琐事上，那你当然没有能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警惕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信息流，要知道，你的潜意识不会说不，它会记录你说过的一切，像保护自己的身体那样保护自己的注意力。这是一股很强大的能量，当你呵护好了自己的注意力，就会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。那种高创造的乐趣是很多东西无法比拟的。利用好它，而不是被外界傻傻利用。魔法句子3：永远不为自己担忧，永远祝福自己。就是说，不想内耗。担忧是一种极低的能量，只能吸引更多不好的东西来。你又不想害自己，为啥老是担忧？为什么要内耗？内耗的本质就是因为恐惧。但你相信我，任何一件让你困扰的事，放远点看都无足轻重。只要你还活着，若干年以后一定会淡然地说出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就像现在的你看若干年前的自己一样。3. 懂得能量节流，要找到自己的漏气罐，确保自己的能量没漏。魔法句子4：远离任何让你难受的环境、人事物，相信你的感觉，
让你不舒服的东西一定是不同频的，和你相斥，不能完全远离，就最大程度上减少这些东西对你的影响。断舍离，狠狠去断，断到你认为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了。魔法句子5，懂得什么是自己的事，什么是别人的事，什么是老天的事，建立良好的自我边界。简单点说，就是有界限感，少替别人和老天操心担忧，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因果。4，懂得能量建设，在保护呵护好自己的能量，确好自己的能量不漏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开始能量建设了。能量建设大道至简，教你最简单的一招，也是我用过最好用的一招。魔法句子6，有了能量建设清单，我就可以满血复活。请你学会回忆从小到大的生活，做什么事情能让你感到瞬间满血复活？请你列一个清单，这就是你的能量来源。比如：1. 看美剧， 2. 运动， 3. 享受美食， 4. 阅读， 5. 听欢快的音乐， 6. 一个人待着放松， 7. 漫无目的的散步加思考， 8. 整理房间， 9. 晒太阳， 10. 写东西， 11. 睡大觉， 12. 冥想。自己列一个吧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相信我，实施这4招，你的能量会越来越好。最后打开自己，保持敞开，保护自己的同时，又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，像水一样流动，柔和、轻盈却稳定，永不止息。维持好自己的能量，这就是生命最好的状态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财富能量传递给我。愿所有人在2024龙年行大运，一切顺顺利利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